今天我们来聊聊川普为何敢对伊朗动武，以及这2年中东发生的种种变局。一直以来，美国总统们都对伊朗有所忌惮。40多年来，尽管双方冲突不断，却从未爆发真正的正面战争。过去美伊都小心避开直接开战的深渊，可为什么偏偏到了现在，美国总统川普竟敢悍然对伊朗大打出手？这2年中东到底发生了什么巨变，使得伊朗经营数十年的战略优势土崩瓦解？伊朗战略崩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几十年前，看看美伊之间长期的敌对如何一步步累积。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新政权上台后立刻与美国交恶，出现了震惊世界的人质危机。德黑兰的激进学生闯入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外交官长达444天。从那时起，美国去死成为伊朗街头的常见口号，美国人对伊朗政权也彻底失去信任。此后双方积怨日深。1983年，黎巴嫩贝鲁特发生炸弹袭击，200多名美军遇难，主谋被指向伊朗支持的真主党。1984年，美伊在波斯湾打起油轮战争，双方攻击对方的油轮与商船。美国甚至在1988年意外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导致近300名平民罹难。伊朗也透过培养地区代理人势力，长期骚扰美军和其盟友。例如，伊朗支持的民兵在2003年后的伊拉克战争中，用简易炸弹袭击美军车队，使美军伤亡惨重。可以说，过去40年，美国和伊朗你来我往，交锋不断，但双方都避免了直接全面开战。为何长期以来美国不敢轻易打伊朗？首先是因为伊朗有强大的报复能力。伊朗的地缘位置和军事实力决定了它一旦遭到入侵，可以封锁全球石油命脉霍尔木兹海峡，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混乱。美国和全世界都怕油价暴涨，经济崩盘，因此对伊朗动武得三思而行。其次，伊朗发展出一套非对称作战本领，不跟美国硬碰硬，而是利用游击战和代理人力量来拖垮对手。美国军方深知，真要打进伊朗本土，可能陷入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更可怕的泥潭。伊朗国土辽阔，地形复杂，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忠诚顽强，如果贸然入侵，美军将付出沉重代价。更何况，伊朗还有强大的飞弹库存和中东广布的盟友，从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武装到也门胡塞武装，一旦开战，这些势力可以同时在多条战线上牵制美国和其盟友。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也都在伊朗飞弹射程之内，他们的油田、城市极易遭到报复。因此过去每当美伊紧张升级，美国总是适可而止。就连以强硬著称的乔治·布希政府，虽然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但最终也没敢真正对伊朗动手。长期以来，美国对伊策略是在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的同时，暗中进行网络攻击或定点清除，而不是全面开战。然而，美伊之间剑拔弩张的平衡在川普时代开始倾斜。2018年，川普退出了前任奥巴马苦心签订的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严厉制裁，打响了所谓极限施压战役。美国冻结伊朗资产，封堵其石油出口，企图以经济压力逼德黑兰就范。伊朗经济因此陷入衰退，货币里亚尔大幅贬值，民生困难日益加剧。德黑兰则以强硬对强硬，恢复了高风度铀浓缩活动，区域冲突明显升温。2019年6月，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一度濒临直接冲突。当时川普准备下令报复空袭，但在最后10分钟叫停了行动，据称是考量到人员伤亡过大而临时取消。虽然2019年这场惊险的对峙以美国收手告终，但两国关系已经跌至冰点。2020年年初，更大的火药桶被点燃，美军在巴格达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击杀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苏莱曼尼是伊朗在中东经营影响力的灵魂人物，他的遇刺激起伊朗举国震怒。数日后，德黑兰向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10几枚弹道飞弹报复，美军士兵阵伤数百人。全世界都在担心，这是否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所幸当时双方都暂时克制。川普在空袭后声称，伊朗已经退缩，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伊朗这边也宣称报复结束，
不希望战争升级。就这样，2020年开年那场危机中，两国再次在悬崖边缘止步。然而，川普对伊朗的强硬策略已经造成持续影响，伊朗经济每况愈下，区域军事对抗不断，彼此仇恨更深。2021年，美国换了拜登政府后，形势表面上稍有缓和，拜登表态愿意重返伊朗核协议，欧洲国家也积极斡旋，但漫长的谈判进展缓慢。一方面是华府要求更多限制，另一方面德黑兰也心存猜疑，不愿先让步。在这期间，以色列并未停下脚步，以色列情报部门继续对伊朗核计划动手，发动多起神秘的爆炸和暗杀行动。伊朗核设施接连遭到破坏，顶尖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在德黑兰郊外遇刺身亡。有迹象显示，以色列决心不惜一切也要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2022年底，以色列强硬派领袖班杰明·内塔尼亚胡重新出任总理，更让中东局势雪上加霜。内塔尼亚胡视伊朗为头号威胁，多年来积极游说美国采取行动。他的回归意味着以色列对伊朗将更趋强硬。当华府和德黑兰谈判迟迟无果时，中东地区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新变化。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等国与以色列签署了历史性的邦交正常化协议，即亚伯拉罕协议。昔日的世仇冰释前嫌，中东形成了隐隐围堵伊朗的新联盟。这些年来，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加速靠拢，共享情报、军事合作，目标明摆着就是要共同对抗伊朗的扩张。伊朗惊觉自己腹背受敌，更加仰赖少数盟友如叙利亚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但就在伊朗倍感孤立之时，2023年中国竟然扮演了调停人角色，北京出人意料地促成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世人看到，在北京的斡旋下，两国外长握手言欢，重启大使馆，标志着中东长达7年的沙伊对立告一段落。这被誉为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也让人以为中东紧张有望降温。然而，表面的和平难掩暗潮汹涌。沙乌地等海湾国家与伊朗和解，更多是为了各自利益交换，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伊朗政权改观。实际上，沙乌地阿拉伯私下早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只要能制衡伊朗，利雅得和耶路撒冷各取所需。不久后的事态也证明，中国促成的握手言和，并未真正化解伊朗与邻国间的根本矛盾。同样在2023年，中东另一条战线忽然爆发剧烈冲突，这就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那年10月，哈马斯武装人员越过加萨边界，对以色列平民展开恐怖屠杀，引发了以色列的震怒。以色列随即对加萨地带展开大规模军事报复，长达数周的战斗造成数千人伤亡。这场冲突表面看是以巴问题，但背后也有伊朗的影子。哈马斯虽非伊朗直接控制，但多年来接受伊朗资金和武器援助，对许多以色列人而言，这场袭击进一步证明了伊朗政权对以色列生存构成威胁。以色列认为，若不彻底削弱伊朗，不仅哈马斯，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叙利亚的民兵，都会不断对以色列造成生存威胁。于是，在平息加萨的战火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将矛头更坚决地指向伊朗本体。可以说，2023年底，以色列对伊朗的警惕和敌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在中东局势因中国调停和巴以冲突而错综复杂之时，2024年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川普在经历上一任失败后卷土重来，赢下了当年的总统大选。2025年年初，川普重返白宫，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更加强硬的外交安全团队，下定决心要对伊朗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新上任后的川普政府很快就恢复并升级了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拜登时期稍有放松的制裁漏洞被堵上，美国加大惩罚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中国和其他国家暗中帮伊朗卖油的空间被压缩，伊朗的石油收入进一步下跌，经济可谓雪上加霜。德黑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窒息压力，试图寻求自救。一方面，伊朗加紧与俄罗斯、中国绑定，他在俄乌战争中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换取俄国武器与现金支持。与此同时，伊朗与中国也签署了长达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期待北京在经贸和军事上援手。然而这种抱团取暖效果有限，美国的全球金融制裁依然让伊朗经济节节败退。另一方面，伊朗没有放松核活动，以图增加自身筹码。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报告，伊朗持续积累高浓缩，铀浓缩纯度一度高达 60%， 只差一步就能提炼武器级核材料。这引发了华府和特拉维夫更大的紧张，生怕伊朗冲破核门槛。2025年中，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有了更明确的军事行动准备。据消息来源透露，2025年上半年，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就草拟了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计划。2025年6月，一场突袭行动突然降临伊朗境内，美军代号为午夜铁锤行动的空袭在深夜展开。美军和以色列空军的战机以及巡弋飞弹几乎同时扑向伊朗的多处敏感核设施，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浓缩铀基地。尽管伊朗有严密的防空系统，还是被这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打得措手不及。地下工厂的入口被炸塌，离心机设备遭到破坏。川普在行动后兴奋宣布，我们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政权的核计划。但是这话说得明显过头。事后几天，各方情报显示，空袭虽然重创了伊朗的核设施，但并未完全将其摧毁。伊朗部分地下实验室依然完整，藏匿的浓缩材料也尚未被清除。不过，从战果看，伊朗多年的核心血确实被毁掉了一大块，核计划至少被向后推迟了1-2年。伊朗政府当然不敢承认损失，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心中清楚，这是一次战略性的挫败。这次6月空袭持续了不到2周便告一段落，各方暂时克制，并未立刻引爆全面战争。在那为期12天的短暂战争中，伊朗试图反击以色列，发射了一些飞弹，也怂恿黎巴嫩真主党发动零星攻击，但德黑兰仍有所保留，避免让冲突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伊朗而言，当时更务实的选择是把损失压到最低，等待国际斡旋。然而，以色列和美国的将领却从这次交手中看出了端倪。伊朗的报复相对克制，似乎并不想正面开战，这是否代表伊朗已经虚弱不堪，投鼠忌器呢？伊朗方面也在反思，过去每当遭受以色列或美国的精准打击，自己多是象征性的还击几下就罢休，久而久之反让对手觉得伊朗不敢真打。哈梅内伊与他的将军们痛定思痛，认为先前的战略过于保守，他们决定来一次大转变。就在2025年夏季的这场短暂冲突后，伊朗高层秘密制定了一套全新的高风险迎战战略。哈梅内伊意识到，伊朗政权如今已走到存亡关头，如果继续息事宁人，对手只会得寸进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这项新战略包括了几个关键要素。其一，伊朗决心打破过去小打小闹的报复模式，如果再遭攻击，就要将战火全面升级为地区性冲突。德黑兰放出狠话，任何国家若参与袭击伊朗，整个中东都将陷入战火，特别是那些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自不必说，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一个都跑不掉。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将如雨点般落向他们的城市、油田和军事基地，伊朗要让所有涉事者都痛到怕。其二，伊朗建立所谓镶嵌防御，又译马赛克防御的新作战模式，也就是将指挥权下放，各部队即使失去中央联络，也能自主行动，持续战斗。换言之，即便战争爆发时，最高领袖或总部指挥被斩首，全国各地的单位也能各自为战，不至于一击溃散。这实际上是为了预防哈梅内伊本人遭暗杀或者通信网被炸毁后，战场态势失控。其三，伊朗通过外交和暗道向邻国发出警告。从2025年10月起，伊朗官员私下通知周边友好国家，若战事再起，伊朗将不再对任何袭击克制，他的反应将完全不对称且极端激进。甚至在2026年年初第2轮谈判前，伊朗国安会主席拉里贾尼还透过阿曼方向美方递信，明确表示如果美方动武，伊朗绝不仅仅打1-2个目标了事，而是要搅翻整个海湾局势。除了重新制定军事方针，伊朗也开始为最坏情况做物质准备。德黑兰当局明白，战争一旦爆发，西方很可能掐断伊朗仅存的军火供应路，必须未雨绸缪。于是2025年下半年，
伊朗加紧从俄罗斯和中国进口防空系统、飞弹等军备，俄制 S-300防空飞弹、中国制的红旗防空系统都秘密进驻伊朗重要目标周边。此外，伊朗飞弹部队分散部署，把大量导弹藏入隧道和机动发射车，力求在遭受第一波打击后仍保有还手之力。从那时起，整个中东都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然而，就在伊朗为决战布局的同时，国内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反对声浪。2025年下半年，伊朗经济几乎陷入崩溃，长期的制裁与财政困难导致物价暴涨，民生凋敝。2025年12月，一场起于经济压力的抗议浪潮在伊朗全国蔓延，里亚尔汇率断崖式下跌，人民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物价飞涨，许多家庭连基本食品和药品都买不起。绝望与愤怒积累到了临界点，大批民众走上街头，高喊不要高价，不要暴政。抗议迅速从德黑兰扩散到全国超过100个城市，从工人、学生到商人、家庭主妇，各阶层的人都加入其中。起初人们抗议经济问题，但很快就直指政权，喊出了人民要改朝换代的口号。这场示威规模之大，被外界形容为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面对汹涌的民怨，伊朗当局不惜祭出铁血镇压，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他的亲信们一致决定，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让这场抗议演变成颜色革命。他们将这视为外国煽动的阴谋，认定背后有美国的黑手。2026年1月初，在哈梅内伊的亲自授意下，安全部队和革命卫队对示威者展开血腥清场。德黑兰、马什哈德、设拉子等主要城市的街头枪声四起，装甲车开上街碾压路障，敢于继续聚集的人群遭到无情扫射。最惨烈的是2026年1月8日至10日这3天，被后来的活动者称为血腥的1月。大量抗议者倒在血泊中，光那3天死亡人数就以千计。据国际人权组织和外媒估算，这波镇压可能造成数万人丧生。最新统计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3万到4万3千人之间。伊朗政府试图掩盖真相，切断网络，驱逐记者，但残酷镇压的消息还是传遍世界，也深深刺痛了伊朗社会的心。经过大规模屠杀般的镇压后，街头抗议暂时平息了。然而，枪杆子只能征服肉体，无法抚平人们心中的绝望。许多伊朗百姓感到无比灰心，内有残暴政权镇压，外有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难道伊朗就没有出路了吗？一些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他们寄希望于美国的介入，幻想美军能像拯救科威特或推翻萨达姆那样，干脆来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这种心理在过去伊朗民众中极为罕见，毕竟就像您前面听到的，伊朗人长期以来高喊美国去死，但现在部分人却盼着美国出手相救，足见民心已经多么幻灭。伊朗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陷入空前危机，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这样的内乱其实正中华府下怀。2026年1月中旬，川普公开在讲话中呼吁伊朗人民继续抗议，接管你们自己的国家，甚至暗示援助正在路上。一位美国总统如此直接煽动别国国内革命，堪称前所未见。2026年1月13日，川普又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几乎直截了当地对伊朗人民说，时候到了，夺回你们的命运。美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川普政府想利用伊朗国内的大乱扶持反对派，趁机促成伊朗政权更替，如果有必要，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对伊朗开战。可以说，经过这2年，美国过去不敢碰的高压线，如今已经不再顾忌川普，认为伊朗已经够虚弱、够孤立，是可以被扳倒的纸老虎了。当然，美国也在行动上做足准备。2026年1月下旬，美军开始向海湾地区大规模增兵。1月23日，川普高调宣布，一支强大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飞弹驱逐舰。紧接着，美国又在2月初调遣杰拉尔德·福特号航空母舰进入相关海域，2艘航母战斗群南下，搭载上百架各型战机，还有携带战斧、巡弋飞弹的前舰、巡洋舰等。一时间，中东附近美军实力达到20年来巅峰。有军事专家指出，美国此番集结的兵力
已是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在中东部署的最大规模兵力。这是赤裸裸的战争动员。伊朗面对美军压境，不得不有所反应。哈梅内伊强撑场面，2月11日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纪念日上发表讲话，宣称伊朗不怕任何侵略，并再次高呼反美口号。然而在暗地里，德黑兰也向欧洲国家紧急求情，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危机。面对箭在弦上的态势，一些国际调停再次展开。2月6日，美国和伊朗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展开了间接和谈判，希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奈何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美方开出3大条件：第一，伊朗永远停止任何铀浓缩活动；第二，对伊朗的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第三，伊朗必须完全终止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一切反美反以势力的支持。这些条件几乎等同于让伊朗解除武装，放弃所有地缘影响力，实质上要求伊朗战略投降。伊朗方面自然不可能接受，表示谈判需要回国请示再议。双方约定稍后在日内瓦再谈，但谁都明白，川普政府其实根本没打算谈成。事实上，美方谈判桌上的立场也在坐地起价。消息人士透露，在日内瓦的一次闭门接触中，美方突然追加要求伊朗全面放弃任何浓缩铀能力，这比先前条件更苛刻，简直是让伊朗永久关闭所有核设施。伊朗代表当场拒绝，气氛更加僵持。不仅如此，美国内部强硬派依然步步进逼。川普的国务卿由鹰派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出任，和中东特使在公开场合强调，伊朗的导弹威胁和其残酷镇压本国人民的行径都不能接受。这等于把伊朗政府妖魔化至无可妥协的地步。2月19日，川普在他主导的一次和平委员会会议上冷冷放话，伊朗必须在10天内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否则就会有坏事发生。几乎所有观察家都看出，战争的枪栓已经悄悄拉动川普，正给自己出兵找最后一丝正当性。2月24日，川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通篇将伊朗描述成当今世界最邪恶的威胁。他指责伊朗重新启动核武研发是对全人类的挑衅，又夸大伊朗导弹技术已能威胁美国本土。他声称，伊朗这个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者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他们不立即改弦易辙，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这几乎已经是宣战动员的调门了。然而明眼人发现，川普在短短几周内说辞来回变换，前些日子他还在强调要伊朗换领导人，有人权问题，现在又突出核威胁。这些理由看似头头是道，实则经不起推敲。要知道，早在2015年的伊核协议里，伊朗就正式承诺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寻求发展或获取核武器。川普却抛弃了那个协议，如今又以核问题为由兴师问罪，未免太矛盾。有评论指出，川普时而说要伊朗政权更替，时而又说可以通过外交解决，但要求却漫天开价，这根本不像真心在谈。而川普自己发表的开战理由中，更是掺杂不少夸大与不实之词。例如，他竟宣称伊朗参与了2000年对美军科尔号驱逐舰的恐怖袭击，但事实是那起事件是盖达组织所为，没有证据表明伊朗直接涉入。川普还说，去年6月我们就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但正如刚才所述，这只是夸口。此外，他声称伊朗远程导弹很快将威胁到美国本土，这更是言过其实。五角大楼自己的情报报告显示，伊朗尚未拥有洲际导弹，至少在2035年前无法真正射到美国。当然，川普的种种指控是为了说服公众开战的必要性，但其中漏洞百出，让外界怀疑他的真正动机并非字面上那么简单。无论如何，种种迹象已表明大战一触即发。2月27日深夜，中东上空弥漫着肃杀气息，美军和以军的飞机在雷达上消失了，他们进入了无线电静默和匿踪模式。在波斯湾，美国舰队上的官兵全副武装，导弹早已瞄准预定目标。许多经历过伊拉克战争的人都察觉到那熟悉的临战征兆。卫星电话接通，美国驻中东各国的大使馆向侨民发出了撤离或就地避难警告。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战机引擎整夜轰鸣，沙乌地和阿联酋的防空部队全面戒备。但伊朗境内却异常平静，
或许是情报压制的结果，伊朗领导层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降临。2月28日的凌晨时分，历史翻开了危险新篇章。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媒体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视频演说，正式宣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声明发布的时间在美国东部是凌晨2点半，对全球大众而言颇为突然和奇怪。川普在视频中声称，伊朗政权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动手，并呼吁伊朗人民推翻暴政。他将这次行动描述为协助伊朗人民重夺自由的战争。话音未落，美军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联合打击便如疾风暴雨般展开，数百枚巡弋飞弹撕裂夜空，直扑伊朗境内的防空雷达、导弹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的 B-2 战略隐形轰炸机悄无声息地飞临德黑兰上空，投下特制的贯穿炸弹，目标直指伊朗最高权力核心的掩体。以色列的 F-35 战机同时越境，精确打击伊朗核设施残存的部分，以及几处疑似军工厂。整个行动配合紧凑，攻其不备，许多伊朗军官还在睡梦中，就被呼啸而至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伊朗方面几乎处于完全的被动挨打状态。美以联军首先摧毁了伊朗的大部分长程雷达和对空导弹发射阵地，使伊朗本土防空网陷入瘫痪。紧接着，他们针对伊朗的弹道飞弹发射井和机动发射车展开猎杀，希望尽早削弱伊朗的反击力量。伊朗空军的老旧战机刚一起飞，就遭到先进战机的拦截，在空中几乎无还手之力。短短1天内，美以联军号称已经取得战场制空权。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伊朗国营电视台的节目突然中断，插播了一则震惊全国的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执掌伊朗近40年的最高领袖，在空袭第一波骑射中身亡。据称，当时哈梅内伊与几位高官正在德黑兰北部一处军事指挥中心协调防务，结果那里被一枚美军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虽然官方试图掩盖，但稍后真相不胫而走，现年80多岁的哈梅内伊当场罹难，消息传出，举世哗然。以色列和美国选择了先发制人斩首，这在以往对伊冲突中是绝无仅有的。过去即便发生局部冲突，各方也有默契不对伊朗最高领袖下手，毕竟斩首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然而这次，美以联军的雄心可谓史无前例，他们要一次性彻底拔除伊朗的统治中枢。川普更直言不讳表示，要把伊朗的领导层彻底铲除。美国和以色列似乎计划透过摧毁现政权，来让伊朗人民自行决定未来的命运。面对如此凶猛的打击，难道伊朗将不战而溃吗？事实证明，哈梅内伊早已做好殊死一搏的准备。虽然最高领袖遇袭身亡，但他遗留下的新战略此刻立即启动，伊朗广大的马赛克迅速运转起来。就在美军空袭开始数小时后，伊朗各地残存的指挥官根据预定计划，自主下达了全面报复的命令。战争第一天的清晨，中东地区出现了壮观而恐怖的一幕：数百枚伊朗弹道飞弹从公路、山谷、沙漠等隐蔽地点几乎同时腾空而起，携带着战火扑向四面八方。伊朗将多年囤积的导弹库倾泻而出，不仅目标对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也覆盖了几乎所有支持美以的地区国家。短时间内，以色列全境进入防空紧急状态，铁穹防御系统连番拦截伊朗飞弹，但还是有部分导弹突破拦截，在特拉维夫郊区爆炸。在波斯湾，沙乌地阿拉伯的油田设施和储油罐遭遇多轮打击，引发熊熊烈火，滚滚浓烟冲天而起。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迪拜的摩天大楼响起防空警报，人们惊慌奔向防空洞。当天，迪拜奢华的滨海酒店群就挨了多发导弹，传出伤亡。紧邻伊朗的阿曼和卡达虽与伊朗交好，也没能幸免。他们境内的美军基地同时遭到伊朗飞弹洗礼。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伊朗还出动了无人机编队，远程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各处目标。一架满载炸药的自杀无人机飞越海面，直接撞上了美军巴林基地的码头，炸沉了一艘小型补给舰。甚至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航行的美国商船都遭遇了伊朗无人艇和水雷的袭扰。
伊朗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先前的警告，既然战争无可避免，那就让整个中东一起燃烧。战争才进行1天，海湾局势已经急剧恶化，全球经济开始感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陷入停滞，国际油价应声飙涨，欧美股市闻讯大跌，各国政府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应对石油断供危机。同时，更可怕的还在后头。战争第2天，伊朗继续兑现地区升级的威胁，他们不仅再次狂轰海湾国家，还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中东以外。德黑兰的导弹部队向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发射了1枚中程弹道飞弹，那里驻有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属于北约的欧洲领土。虽然飞弹最终未直接命中机场，但这是伊朗首次攻击欧洲地界，震惊了整个欧盟。在土耳其，美军驻印吉尔利克基地内藏北约核弹头的一处重地也险遭飞弹袭击，好在美军爱国者飞弹拦截成功，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伊朗还透过伊拉克的亲伊民兵对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发射火箭弹。在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对沙乌地吉达等地的铀设施齐射无人机。黎巴嫩的真主党更是于战争第3天正式宣布参战，向以色列发射大批火箭弹和几枚精准导弹，并与以军在边境地区爆发激战。可以想见，短短几天内，中东几乎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伊朗试图兑现他们的赌注，让所有卷入战事的对手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以此逼迫美以停手。然而，这也是一场不对称的豪赌。伊朗固然让对手们疼痛难忍，但自己也在承受毁灭性的打击。战争第3天传来消息，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大部分空军基地和政府机构，德黑兰市内多栋政府建筑被炸成废墟，国防部大楼和革命卫队总部都未能幸免。伊朗海军试图突围波斯湾，也被美军潜艇和战机猎杀殆尽，其中包括1艘伊朗主力军舰被鱼雷击沉。尽管伊朗仍在拼命反击，但其持续作战能力正快速削弱。随着美以联军的密集轰炸，伊朗的导弹发射率在战后几天逐渐下降，一些重要的飞弹库被炸毁，发射车辆亦被摧毁或隐蔽耗尽。更糟糕的是，伊朗由于多年制裁导致空军老旧薄弱，很难阻拦敌军侦察和空袭。美国掌握制空权之后，开始针对伊朗地面部队和基础设施进行更全面的攻击。战争首周结束时，伊朗全境的电网通讯多处中断，许多城市陷入黑暗，国际社会也无法袖手旁观。西方盟国表面跟随美国谴责伊朗，但对如此剧烈的战争风险非常忧心。英国在战争第4天宣布提供军事支援，派遣舰队增援海湾，强调是为了保护本国与盟友安全。法国和德国虽未直接出兵，却罕见地共同表示如有必要将介入防御欧洲，担心伊朗报复进一步波及欧洲本土，甚至担忧伊朗可能对欧洲境内美军基地下手。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行为提出严厉谴责，但暂时都没有直接军事介入的迹象。俄罗斯自己深陷乌克兰战事，力不从心。中国虽然同情伊朗，也强调外交解决重要性，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太可能为伊朗开战。倒是中俄可能在背后给伊朗提供情报支持，或透过第三方加紧向伊朗输送军需。然而这些作用有限，难以扭转战场局势。在这场战争中，最无辜的当属广大平民百姓。美以空袭再精确，也难免造成附带伤害。伊朗各大城市遭轰炸后，医院挤满伤患，不少建筑倒塌压死人员，而伊朗的反击导弹落入海湾国家，也造成大量无辜者伤亡。仅阿联酋一国，据统计战争头2天就遭受约1200枚飞弹和无人机袭击，数百名平民伤亡，经济损失惨重。以色列虽然防空体系完善，但也有导弹漏网击中民宅，导致数十人死伤。可以说，这场冲突无异于中东自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区域战争。许多分析人士担心，如果战事持续，数百万伊朗平民将陷入人道灾难，周边国家也可能出现新一波难民潮，战火甚至有蔓延更广的可能。万一伊朗彻底狗急跳墙攻击土耳其或希腊等北约国，可能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演变成真正的世界大战。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核武威胁、导弹威胁，还有人权道义上的幌子，
替伊朗人民推翻暴政。以色列的动机很直接，他们就是要全方位肢解伊朗的力量，拔除一个宿敌。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景，现在在美军助力下有望实现。以色列当然乐见其成，但川普呢？难道他仅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被内塔尼亚胡借刀杀人了吗？其实没这么简单，川普甘冒政治风险开战，一定有他自己的盘算。从美国战略层面讲，许多观察家认为川普此举针对的不仅仅是伊朗，更是瞄准了中美在全球的对抗格局。美国知名中东分析师哈维夫·古尔指出，美国选择此时对伊朗动武，背后离不开中国因素。因为一旦未来美中在西太平洋爆发冲突，效忠北京的伊朗政权必定在侧翼给美国添乱。在军事上，伊朗可能趁机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开辟第二战场，威胁美军在中东和南亚的基地，甚至使用中国提供的高超音速飞弹攻击美国大型军舰。在能源上，伊朗只要搅乱海湾产油国生产，推高油价，就能严重干扰美国及盟友的经济。换言之，在美国鹰派眼中，伊朗已几乎沦为中国的代理人。北京与德黑兰走得越近，美国就越不能做事。要想未来专心对付中国，美国觉得必须先解决后顾之忧，解除德黑兰这颗定时炸弹。就如同以色列要对付伊朗，得先剪除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朗的爪牙一样，华盛顿也决定先打掉伊朗，才能放手对抗北京。川普政府里不少高官早就主张，美国不能容忍伊朗这个反美堡垒继续壮大，尤其当他投向中国怀抱加入中俄阵营后，更要趁早拔除。由此看，打伊朗其实是整盘大棋局的一部分，虽然眼下是中东战争，剑指的却可能是更东边的潜在对手。除了高远的战略布局，也有人从川普个人和国内政治角度解读他的动机。熟悉川普的人都知道，他素来以美国优先，自诩不喜欢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过去他批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浪费钱、赔本买卖，也声称自己不想做世界警察。他的支持者，所谓 MAGA 基本盘里，也有很多人反对干涉主义。连福斯新闻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等川普的盟友，都曾当面苦劝他别听那些战争贩子，不要掉进以色列的坑。那么，川普这次为何一反常态铤而走险？有观点指出，川普或许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危机的转移。据美国媒体爆料，川普近期在国内卷入了一系列丑闻，包括他与富豪爱泼斯坦牵连的一桩案件即将曝光。面对负面新闻缠身，川普可能希望透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公众视线，营造战时总统的形象。同时，2026年美国还有国会期中选举，川普所属的政党选情一度告急。历史上，战争常常能刺激爱国主义，让民众在旗帜下团结，从而有利执政者赢得选票。虽然也有人质疑此举违背川普基本盘不打没必要的仗的理念，但川普似乎算准了，即便基层有微词，只要战争迅速取胜，最终人民会为胜利喝彩。这种摇尾狗、转移丑闻的战争套路，美国历任总统都用过，川普也未必能免俗。当然，不管真正目的是什么，川普开战的理由无疑一直在变。如果真心追求外交，他完全可以接受一份更严格的新协议，在美以去年一系列打击以削弱伊朗实力的情况下，要谈成其实并非全无可能。但显然，川普要的远不止核协议，而是堂而皇之地打一场翻身仗。一方面，他要彻底摧毁这个过去几十年一直与美国对着干的眼中钉，为自己和美国出一口气；另一方面，他也想以此树立权威，警告其他敌对势力，看看伊朗的下场，谁再胆敢挑战美国就要三思。这对国内国外都起到一定震慑作用。那么，伊朗战略崩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总结以上种种，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伊朗今日的局面是内外交困、积重难返的结果。一方面，伊朗过去的对外战略虽然让他在中东扩张了影响力，但也树敌无数，导致四面受敌。长期支持武装代理人虽让美以投鼠忌器，却也使周边阿拉伯国家离心离德，倒向以色列。几年前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和解，本质上就是反伊同盟在形成。伊朗多年精心扶植的什叶派
抵抗之轴，如今饱受削弱，叙利亚内战渐近尾声，阿萨德政权苟延残喘，但自身难保，叙国内反而掀起反伊情绪。黎巴嫩经济崩溃，真主党压力巨大，也门胡塞武装在沙乌地新战略下休战谈和，不再替伊朗牵制利雅得。原本伊朗指望拉拢俄中抗衡美国，但俄罗斯陷入苦战无力他顾。中国虽购买伊朗石油，却不愿为伊朗开罪，美国给予的实质军援有限，也就是说，伊朗在地缘和外交上反而越走越孤。当年两伊战争时至少还有一个叙利亚支持，现在伊朗几乎没有可靠盟友了。另一方面，比外部压力更致命的是内部的崩解。伊朗政权号称伊斯兰革命守护者，但其统治40多年来，人民的自由和经济发展严重受限，特别是最近几年，年轻一代对神权统治越来越失望，社会矛盾激化。从2022年的女性权益运动到2025年末的经济民变，每一次抗争都在侵蚀政府的威信。镇压虽然暂时维稳，却也在消耗政权的正当性和国民向心力。当美国大军压境时，伊朗领导层本希望民族主义能再次将人民凝聚起来，毕竟外敌入侵通常能激发团结。然而这一次情况不同了，经历过血腥的1月镇压，很多伊朗人对政府又恨又怕，他们并未像1980年代抗击萨达姆那样万众一心保家卫国，反而有不少人冷眼旁观，甚至暗暗期盼政权垮台。在这样的民心状态下，伊朗的抵抗意志其实是被削弱的。革命卫队虽然依然效忠高层，但普通士兵和民众的战斗意志大受打击。有报道称，战争爆发后，伊朗有部分地区出现了反政府武装趁乱起事，例如西北部库德族武装在美军空袭掩护下揭竿而起，占领了一些城镇。这显示伊朗境内裂痕之深，政权已经难以稳固全国。如果继续打下去，伊朗很可能像当年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一样，内外夹击中土崩瓦解。川普开战前曾扬言，伊朗政权更替将是可能发生的最好事情。或许正因为看准了伊朗内部已如风中残烛，一推就倒。另外，伊朗以往引以为豪的以战止战威慑策略，如今也土崩瓦解了。过去伊朗仗着导弹和代理人，成功让美国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2年，美国和以色列不断试探和削弱伊朗的爪牙，发现伊朗的致命弱点，核武器尚未入手，防空和空军是短板，经济脆弱，国内动荡。当这些弱点同时暴露时，过去的威慑就难以为继。川普政府精心策划的打击分2步走，先在2025年缩小伊朗核威胁，又在2025年底看着伊朗自陷混乱，然后在2026年初果断下手。在他们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伊朗如一头被猎犬围困、精疲力尽的猛兽，终于可以由猎人近身给予致命一击。事实也许正是如此残酷。假如伊朗的经济没有如此崩盘，民心没有如此离散，美国可能还不敢这么快下决心。但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伊朗常年经营的战略纵深瞬间崩盘，美国便逮住稍纵即逝的战略窗口，果断出击。回顾这2年，我们会发现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将局势推向今天。川普上台极限施压，重启以色列空袭核设施，伊朗决心背水一战，伊朗经济抗不住爆发民变，政权残酷镇压导致民心动摇，美国觉得机不可失，联手以色列发动猛攻。可以说，内因外因交织下，伊朗输掉了长期以来支撑自己的几张王牌，战略态势全面崩盘。曾几何时，伊朗还被认为是中东最难啃的硬骨头，而现在却成了大国角力下的牺牲品。那这场战争未来将如何收场呢？目前看来，美以联军在军事上占据压倒性优势，推翻伊朗现政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推翻之后呢？历史的经验提醒我们，战争容易，和平难得。伊朗是一个有9000多万人口的大国，宗教、民族、派系错综复杂，一旦中央政权垮台，国内可能陷入长期的派系争权和内乱。美国是否准备好接管这样一个烂摊子？川普声称他希望像在委内瑞拉那样，对伊朗谁上台有发言权，但伊朗最高领袖这个职位的分量远非委内瑞拉总统可比。他同时掌控武装部队、司法、立法、行政，还是全球2亿什叶派穆斯林心目中的宗教权威。美国真的能决定这样一个地区文明古国的政治走向吗？
许多专家深表怀疑，如果稍有不慎，外部武力推翻政权只会引发真空与分裂，甚至可能出现极端势力乘虚而入，比如今的局面更糟。伊朗方面寄希望于持久抗战的赌局能产生奇效，只要撑过美以的第一轮狂风暴雨，让对手尝到足够痛苦，也许国际上呼吁停火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迫使华盛顿收手。如果伊朗政权残存势力能苟延残喘到哈梅内伊的继任者出面整合，局面也许还有转圜，但这一切说来容易做来难。在美国无情的轰炸下，伊朗现在真可谓命悬一线。正如一位伊朗问题专家瓦利纳斯尔所说，战斗的目的未必是要赢得胜利，伊朗必须改变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已衰弱可被推翻的看法。伊朗想透过玉石俱焚的打法证明自己不好惹，以求争取体面停战的机会，但随着哈梅内伊身亡，政权土崩瓦解，这个目标能否达成，恐怕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无论战局如何发展，有一点可以确定，中东的历史在这2年被彻底改写了。过去美伊之间那种亦敌亦和、时闹时缓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生死相拼。美国在21世纪初深陷中东泥淖，花了20年才抽身，如今又主动把自己拉回这片是非之地，不能不说是一场世纪豪赌。川普押上一切去碰这个中东火药桶，若是成功，他将自诩终结伊朗革命的人，永久改变中东权力版图。但若失败，美国可能面临新一轮耗费天量资源且尾大不掉的战争，甚至危及在全球的地位。我们不禁要问，川普真有万全准备承担后果吗？伊朗政权倒台之后，谁来填补权力真空？美国是否要像当年在伊拉克那样长期驻军重建？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对伊朗人民而言，这2年犹如经历一场巨大的悲剧。他们先是在压迫和贫困中觉醒抗争，却遭遇残酷镇压，现在又被卷入列强的战争博弈，家园生灵涂炭。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痛恨现政权，但也同样惧怕战争和外国干涉带来的新灾难。无论如何，千百年文明的波斯古国正面临存亡转折，曾经辉煌的帝国陷落到如此境地，让人不胜唏嘘。伊朗战略的全面崩盘，既有自身体制僵化、决策失误的内因，也是国际现实冷酷博弈的外因合力所致。结语：川普为何要打伊朗？因为国际局势和伊朗内部都发生了巨变，给了他一个过去所有美国总统都没有的机会和理由。在这2年里，中东棋局巨变，伊朗从看似稳固的区域强权变得四面楚歌。川普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时机，决定豪赌一把，以战争来重塑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秩序。这背后既有为美国长远战略铺路的算计，也有他个人和政治利益的考量。至于伊朗的战略为何崩盘，一言以蔽之，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终至积弱难返。当一个政权耗尽了人民的信任，又挑战了几乎所有强邻强权时，它的倒台似乎就成了必然。未来的走向如何，现在下定论尚早。或许美国将庆祝清除一个眼中钉，中东会迎来短暂的新格局，也或许战争余波未了，一个更复杂、更难以收拾的乱局正在形成。川普的世纪豪赌能否赢得长远和平，还是会在历史上留下新的教训，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我们只能希望，在这场狂风暴雨过后，中东人民能早日迎来真正的安宁与新生。现在，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历史巨变的后续发展吧。